登陆舰队南北支援，战机空中威慑。以巴冲突爆发后，美军在以色列附近集结了多少兵力？美国在中东地区多个军事基地遇袭，是否会加剧中东局势？美军会不会被卷入地面战争？新一轮以巴冲突爆发后，美国就不断向以色列周边增派兵力。10月16日 CNN 报道，五角大楼已下令向以色列附近派出由2000名海军陆战队员组成的快速反应部队，以防止以色列与哈马斯冲突进一步升级。这支派往以色列的部队是美军第26海军陆战队远征大队，专门执行两栖作战、人道主义救援以及某些特种行动。之前一直驻扎在科威特附近，准备参加在那里举行的预定演习，只是因为以巴冲突，部队提前离开。目前快速反应部队已靠近以色列南部海岸。值得一提的是，美国防务新闻10月16称，尽管美军加紧向以色列周边部署兵力，但预计美军地面部队不会直接参与战斗。如果以巴冲突进一步升级，来自中东和欧洲的美军只会承担支持角色。CNN 的报道也提到，五角大楼目前没有计划派遣美军士兵直接介入以巴冲突。美军为以色列提供的援助主要涉及后勤供应和医疗支持。美军退役少将詹姆斯·马克思表示，如果美军决定向以色列提供支持，主要就是食物、燃料、军用物资的指挥，以及弹药、武器、后勤之类的援助，跟向乌克兰提供的援助差不多。自以巴冲突爆发以来，驻中东美空军的 C-17 战略运输机已经执行了多次向以色列运送精确制导导弹等紧缺物资的任务。同时，情报会是援助的一部分。美国动力网站10月16日表示，以色列当前的问题还包括人质救援，在这个方面情报是最关键的。美国防长奥斯汀已明确要求美军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向以色列国防军提供情报和规划支持，并且美军已经有部分专家抵达以色列，为解决人质等问题提供建议。当然，除了地面快速反应部队之外，海军、空军力量也不能少。10月16日，美军海军学会网站透露，搭载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美军登陆舰队分别从南北2个方向为以色列提供支援。梅萨维德号船坞登陆舰搭载的布拉沃指挥分队正在地中海航行，可以就近支援以色列。巴丹号两栖攻击舰与卡特霍尔号船坞登陆舰也正在从阿曼湾赶往以色列。美国海军福特号打击群已经抵达地中海附近，其携带9个舰载机中队，超过70架各型战机，再加上护航的巡洋舰和驱逐舰，对地打击能力拉满。同时，艾森豪威尔号率领1艘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2艘阿利伯克级驱逐舰以及1艘意大利护卫舰，从诺福克海军基地出发，同样携带有约70架舰载机，将加入福特号航母打击群，为以色列提供支援，主要是防止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朗加入以巴冲突。空军战机也抵达中东。美国空军时报10月16日称，美国空军中央司令部发布的声明显示，第494远征战斗机中队的 F-15E 已抵达中东地区，抵达后立即加油配备弹药，并进行了首次战斗飞行。专门提供空中支援的 A-10也已抵达中东。虽然美国空军没有提供这些战机的具体数量和部署地点，但是他们将与今年3月部署到阿联酋达夫拉空军基地的第75战斗机中队的 A-10一同执行威慑任务。同时，美国空军与太空军杂志透露，原本美国空军部署在中东的 F-35在以巴冲突爆发的前几天刚好离开。这些 F-35在今年6月进驻阿联酋空军基地，原本是为了震慑伊朗对波斯湾地区的威胁，并反击俄空天军在叙利亚上空的过激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尚未确认这些 F-35是否会重返中东地区。与美国空军当前部署在中东的 F-15、F-16相比，很明显 F-35更强一点。五代机可以渗透敌方防空网，并且发动精确空袭，威慑效果更强。就目前的情况来看，美军加强在中东的军力部署，确实加大了美国卷入地区冲突的可能。
不过，美军的军事力量更多的是威慑伊朗、黎巴嫩等国，不会主动介入以巴战争。当然，这有一个前提，没人主动攻击自己。以巴冲突已经导致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遇袭，最终会如何，稍微有点难说了。以巴冲突持续多日，已经有超过5600人在冲突中丧生。之前加沙地带的医院遇袭更是加剧了中东地区局势。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多个军事基地也是接连遇袭。10月18日，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美军及盟友在伊拉克的基地遭到3架无人机袭击。伊拉克西部的阿萨德空军基地，美军摧毁1架无人机，击伤另1架，基地内一些士兵受伤。在伊拉克北部的哈里尔基地，美军摧毁1架无人机，没有人员受伤和财产损失。当天晚些时候，伊拉克一个民兵武装发表声明，宣称对美军驻伊拉克基地遇袭负责。10月19日，黎巴嫩媒体报道，美军在叙利亚南部的坦夫军事基地遭到3架无人机的袭击，在代尔祖尔省控制的油田遭到2枚火箭弹袭击。目前，美军尚未确定驻叙利亚基地遇袭的消息，也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对此事负责。说到这儿，就有一个问题，美军目前在中东还有多少驻军？之前美军在伊朗附近维持了一张从哈萨克斯坦到埃及的庞大基地网络。除了叙利亚和伊拉克外，美军还在海湾国家部署了600到1.3万名士兵，基本上已经包围伊朗。就比如卡塔尔和科威特，总兵力能达到1.3万人；沙特、约旦等远离伊朗的国家大概部署3000人。2020年，华盛顿邮报对美国在中东驻军进行过一次统计，其中卡塔尔的阿尔乌迪德空军基地是美国在中东最大的基地，驻扎了大约13000美军，建设投资10亿美元，也是美国对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期间发动空袭的指挥中心。卡塔尔、科威特、巴林在部署了相对重要的基地，其中巴林驻扎着美国第5舰队以及伊萨空军基地的大量军事武装。当时美军在中东的总驻军人数大约是7万名，其中在科威特的几个基地中分布着1.3万名军事人员。自1991年波斯湾战争以来，两国之间签订了国防合作协议，在卡塔尔同样分布1.3万名士兵，毕竟有一个乌迪德空军基地。2018年的时候，卡塔尔还宣布了一项18亿美元投资计划，准备对该基地进行升级。在阿富汗驻扎了大约1.4万名士兵，在美军当时的计划里，这里有可能成为美国与伊朗对抗的舞台。在巴林部署了7000名士兵，其境内有美国的海军基地。在沙特部署了3000名士兵，这点很正常。沙特和伊朗一直都是中东地区的竞争对手，双方都参与了也门战争。阿联酋部署了5000名士兵，该国一直与沙特和美国保持着良好关系。约旦部署了3000名士兵，该地与沙特、伊拉克、叙利亚、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土接壤，算是美国的战略要地。叙利亚部署了800名士兵，美国一直没有公开在叙利亚的驻军，但是据报道，美国从叙利亚撤兵之后，可能仍有800多人部署在该国境内。在伊拉克驻军，美军同样没有公开军队的武装数量，不过根据报道来看，大约有6000名士兵分布在绿区、巴格达外交隔离区以及阿萨德空军基地。阿曼地区还有600名士兵，这地方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石油运输通道，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半岛沿岸。而且之前阿曼和美国签署了一项协议，允许美国飞机和军舰使用阿曼的一些飞机跑道和港口，自然会有一定的驻军。但是到现在，美国在中东的总驻军人数只有3.4人左右，甚至更低。其中在伊朗周围的驻军大约只有 1.2 万左右，叙利亚1500人，伊拉克2500人，科威特2200人，巴林4000人，卡塔尔与沙特阿拉伯都是400人左右，阿联酋与约旦更是降到了200人。这也是美国战略转变的结果，从反恐作战转向大国竞争。之前美军在中东驻军偏多，主要是因为参与伊拉克、阿富汗以及其他冲突地区的事务，但是现在不需要了。
2018年，美国国防部发布国防战略报告，宣布美国将为大国竞争做好准备，随之缩减了在中东的驻军，将基地人员减少了一半。海外经济行动预算从2020年以后也逐年压缩，比如2023财年，美国在伊拉克与叙利亚的坚定决心行动，仅提供建议、协助和支持任务，不直接参与作战，省了15亿美元的经费，同时还降低支持战区的间接成本，也就是预备役动员和设备重置。美军当前的反恐行动，除了非洲索马里还采用直接军事打击的手段外，在也门、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等地区的驻军，基本上都只担负协助、指导等非作战任务。而在沙特、约旦这些相对安全地区的驻军，只担负对恐怖分子的域外打击任务，大大降低了军事力量的使用强度和成本。随着战略重点的转移，以及美军从阿富汗撤退，中东和海湾地区的冲突基本上就处于灰色地带，没什么太大的战事，但也不是很安稳。小规模冲突取代全面战争，美军削减该地区的兵力属于常规操作，维持一直最低限度的部队就可以满足要求。不过兵力少并不意味着兵力弱，美国即使从中东各地撤军，但是仍然保留了多个基地的使用权，就比如伊拉克的阿萨德空军基地以及巴格达北部的基地，美军无人机完成任务后依旧可以在这些基地降落，只要营盘还在，美军随时都能回来，而且就算是有战事发生，美军也可以迅速赶到。96小时内投送全球反应部队不是说说而已，就比如2019年那次，美军第82空降师的第2营在14个小时内抵达科威特，随后继续增派第82师以应对最坏情况。如果伊朗、黎巴嫩直接介入以巴冲突，或者对美国驻军出手，美国在中东的布置也足够应对一定的时间，之后就可以再派遣空降兵增援中东地区。所以就目前的情况来看，美国不会直接介入以巴冲突，而是支持以色列通过自身军事力量来应对哈马斯等武装，就像俄乌战争那样，只是支援并不参与。而且以色列的军事实力碾压哈马斯，也不需要美军介入。美国当前在以色列部署军事力量，只是为了威慑中东的其他武装力量，就比如伊朗，比如黎巴嫩。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认为以巴冲突会如何发展？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如果内容有不对的地方，我们也可以在下方指正。我是火力军，下期见。